大家好，我是面具人。有几天没有跟观众朋友们见面了，主要呢是因为这几天我的中耳炎又犯了，还引发了我的这个下颌骨关节炎。我现在呢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了，张口就疼。由于长期的做节目说话过多导致的这个毛病啊。不过呢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又出大事儿了。标题呢你们也都看到了，支付宝、微信的钱要变成数字人民币了。面具人，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等会儿给你们看个新闻，你们就能明白了。哦，对了，距离下个月的10号的开奖日还剩10天。如果你们有想要价值$600的爬虫类的 Axie 蛋蛋的朋友，就赶紧的转发这个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发邮件截图到我的邮箱，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哟。好了，节目开始之前呢，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咱们先来说一说面具人主推的币 AXS，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在我预判它会突破$50的当天，就已经暴涨到了$49，第二天呢就直接奔到了$51。在这之后呢 ，AXS 又经历了短暂的回调，又再度的突破了新的高点，来到了$53.5。在那个时候之前呢，面具人也是在我的会员群里面提前的精准的给出了会员们最低的点位，让大家又赚了一波啊！大家可以给我作证啊，我还在社区里面发出来证据了。不过呢，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想要进面具人的会员群组的，可以加我的 Line。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会公布我的联系方式，顺便呢再给大家公布一个财富密码啊。在节目最后，我会说一说为什么很多人做金融啊就是赚不到钱。好，咱们先来讲新闻啊。2021年中国国际数字和软件服务交易大会在大连召开，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银行组队亮相出展，构成了数字人民币展区。根据多种情景和技术方法，展现了数字人民币的使用情况。这个展览会呀，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推广数字人民币。农业银行的相关工作人员则讲解到，央行制定的数字人民币运用了2层投放机制，也就是说，央行当作第一层承担发布数字人民币的一方，农业银行与其运作机构则当作第2层，即数字人民币的运作机构，承担向群众换取数字人民币的责任。党的这个话讲得很玄妙呀，也有点绕口。共产党的文宣都是这样，故意给你绕来绕去的。要么为什么面具人我总是说共产党都是洗脑的语言艺术家呢？就像很多财经博主经常会说，哎呀，今天的行情有情况，不是暴涨就是暴跌，建议大家不是持仓就是平仓。共产党把用数字人民币换取人民币说的好似是好东西，我要承担给大家换币的责任呀！你看我为大家无私奉献，你们要好好珍惜呀！他绕来绕去就是要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所用的各种各样的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以后呢就会用数字人民币来换取你的真金白银的人民币了，而且是强制性的。听懂了没有？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啊？来，大家继续听啊。目前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出数字人民币和支付宝、微信支付的差别。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是钱包，数字人民币是法定流通货币，不允许拒绝接收。听懂了没有？再结合上文说的那么多，各种各样的银行都要承担起给老百姓换取数字人民币的责任，而且呢，他换取给你的数字人民币，你是不允许拒绝接收的。听懂了没？厉害不厉害？数字人民币发行了以后呢，各位依然可以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只不过呢，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只是钱包，里面装的内容才是真正的央行的货币。目前呢，支付宝已经上线了数字人民币的模块，支持用户转账、收款等服务。你们听到了没有？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支付宝和微信只是钱包，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微信里面的钱和支付宝里面的钱，这些钱是什么钱，必须都由党说的算。这些钱呢，如果不是钱啊，党不承认它，
你就必须得强行的先把这个钱换成数字人民币才能流通，否则呢，微信呀、支付宝呀只是一个钱包，你还可以用什么央行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吗？这个离线钱包之类的，对吧？总之呢，里面的钱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党给你的数字人民币，就是键盘一敲就能撸出来的东西。目前来看呢，各种各样的工资、消费、交易、收款、收取等各种各样的渠道都已经被数字人民币支付所包围了，包括什么坐公交呀、坐地铁呀、加油呀啥的。还有呢，现在的一些租房平台都已经可以用数字人民币了，还有那些外卖啊。你看，如今的今天，是不是面具人？我早在2年前、1年前说的，共产党就喜欢明修栈道，暗度膀胱啊，不是暗度陈仓。表面上看呢，共产党一直给大家说，数字人民币还早着呢，没事儿，还不知道啥时候要推出呢。可共产党背地里面却闪电般的落实，打你个措手不及。你们真的不能小看共产党的心理按摩，很厉害的。共产党的正反两面手法玩的是这个地球上面最厉害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网络上某个博主炒币带反指标去害人，然后呢，本来就迷信他、喜欢他的人，那肯定就是无条件的喜欢他、支持他，对吧？可是呢，就是有部分人不喜欢他，看穿了他是带反指标，是害人的，就是讨厌他。但是呢，这个时候共产党有办法，他可以安排网托呀，说，哎呀，某某某人真的是准，反指标也是准，我们都靠他，我们都要感谢他，跟着他反着来就对了。总之呢，还是夸他太棒了，我们爱他。不管是正着准还是反着准，对吧？结果呢，就是你们还是喜欢他，对不对？这个逻辑能绕过来这个弯不？如果绕不过来，你就别说你是聪明人了。因为呀，你看涨了你也喜欢他，跌了呢你还是喜欢他。正指标、反指标，大家都关注他，都崇拜他，对不对？正反两面，圆的、扁的，都是他的对啊，都是他的好，对吧？这才是真正的目的，懂了没？啊。就是说涨了啊，他说的对；跌了呢，哎，他反指标也说的准。总之呢，就是准。你说这不就是不讲理吗？就像很多人反共一样啊，这些大外宣啊，就忽悠那些傻缺中国人，拉一派打一派，在美国打着支持川普的名义，支持民主的名头，煽动美国内战。说什么神选之人呀，美国完蛋了，美国必须要内战，消灭民主党啊！你们看这反共的人连共都不反了，先要去反美，先要煽动美国内战。其实呢，站在我们红色贵族的角度啊，你们这些个蝼蚁垃圾，支持谁不支持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没脑子，就像条狗似的，狗绳一拴，随便一拽，你就摇着尾巴跟着走了。狗绳往哪儿拽，把你往哪儿牵，你就往哪儿汪汪汪的走了。你支持谁不支持谁不重要。面具人，我觉得吧，你喜欢听啥更重要。我去年到今年都喊了多长时间了？至少喊了1年半了。我都一直告诉你们，共产党做事儿，等你发觉到的时候，都已经晚了，对不对？你现在想转移资产，难呀。面具人，我有几个网友啊，现在别说转移资产了，想买个加密货币，买个 USDT， 都难得跟登天一样，只能选择什么场外交易、线下交易，就是那种我拿现金给你，咱俩见面交易，我把钱给你了，你把这个 USDT 再转给我，对吧？可是呢，我有一个网友啊，他当天要去买6万的 USDT 啊，线下跟人交易，到了以后呢，就被钓鱼执法了。他本来是要买这个6万块钱人民币的 USDT， 等于说1万 U 嘛。到了以后呢，给钱的时候一把就被拿下了，被送进局子了。把他的6万块钱收了以后还不说，当天熟人又花了9万块钱，等于说一前一后赔了15万，这才没事儿，才把人捞出来了。钓鱼执法吗？你说可怕不可怕？你还想现在转移资产，你试试嘛，对吧？当然了，有机会尽量把钱转出去。否则呢，你的钱就会变成数字了，一堆堆数字，有啥意思？还要给你加个使用期限，
什么能买，什么不能买啊，还要给你搞个积分制，对吧？人活成这样子了，可怜不可怜啊？自己的钱自己都不能怎么花了。好了，最后呢，再给大家揭晓一下谜底啊，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作弊就是赚不到钱呢？首先呢，面具人我一直都在说啊，炒币的人有很多都是 old school。你喜欢看别人给你喂料，你不喜欢自己去探索新鲜的知识，证明你的学习能力是很差的，你就是 old school。然后呢，金融领域每分每秒都是瞬息万变的，光有胆量没有策略是不行的。你有胆量无脑梭哈，你最终都是10赌9输。如何能够看到行业的未来，站在行业的尖端，搏一手，成功率和回报率都是很高的。可是呢，你又 old school， 你又不愿意学习最尖端的知识，那你如何占领这个行业的先机呢？你告诉我，就像面具人在5月份的时候大跌的时候，519，那个时候大跌跌穿谷底了，在那时候你们敢买 AXS SLP 吗？你们敢买 XA 吗？我就敢，我买了几百只 XA， 那时候 XA 一只 0.03 0.02， 对不对？就这大家还觉得贵，可是呢，现在 XA 涨起来了，一只都能卖到 0.25， 还是那种最垃圾的。哎，奇了怪了，贵了还有人买，你说这些人奇怪不？便宜的时候你不敢买，贵了的时候反而敢买了。你有那追高的胆量，却没抄底的底气，然后呢追高，然后呢被杀鸡。其实炒币呢，也就是5-5开的概率，你不可能每次都赢的，更别说这中间还有机构、庄家、大数据控盘的因素，可以把这个概率放大到3-7开，可以给你插针，可以给你洗脑，媒体带风向，对吧？面具人我呢，尽量是做到在一个币涨之前就分享给大家。可是呢，就算是我分享了一个币涨之前的消息，那消息也是有时效性的，对吧？这币最终还是会涨起来的。涨起来了以后呢，还是会有人追高，然后呢被套。我讲狗狗币的时候 0.03， SLP 的时候1毛美金吧， AXS 的时候是2美金左右。可是呢，依然会有人后知后觉，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晚了，然后呢一激动梭哈了。面具人我的影响力都是真的，我的点赞、播放、留言、转发都是真的，有几万人看就是几万的真人的影响力，不是那种别的博主靠什么水军、网军刷出来一群那个舔屁眼的留言、假留言。哎呀，你讲的太棒了！哎呀，我今天怎么样了？我太崇拜你了。那些假留言就是为了哄你来上当的。所以呢，当面具人我发现了一个低位币的时候，从我出节目到它暴涨不会用太久的，因为我的影响力都是真的。所以说各位，你不信啊？你不信我的影响力是真的还是假的？来，冯提莫认识不？冯提莫在国内号称每天上亿的播放量，可是呢，当他来到了这个自由的美利坚的平台 YouTube 上面，来看看冯提莫的播放量高还是我的播放量高？我巅峰的时候也比他高，知道吗？冯提莫现在一个节目多少啊？5000、8000、2000、3000，对吧？看面具人我的节目还是能达到1-2万，是不是啊？我巅峰的时候还不输江峰文昭呢，一个节目60-70万、50-60万，对不对？你说那些个什么方舟子呀、宝二爷呀啥的，来嘛，看看谁的影响力大。有些东西呢，必须要靠你自己去调查、去观察、亲力亲为，不要听别人那些什么网托给你拉个托，一吹牛逼啊，你就信了。那既然我的影响力是真的，所以说呢，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非常重要。因为呢，你只有打开了小铃铛，你才能第一时间收看到我的消息，才能跟上节奏。而且呢，当我们看到一个币涨到高点的时候呀，心态很重要。你追高或者是贪多不套利，这都是贪的表现。面具人我的心态就很好，为啥？我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你看，我有300只 XA， 我买300只 XA 的时候，你们不敢；
我买蛋糕币的时候你们不敢，结果呢，我现在有1000个蛋糕币循环质押，每天至少有$200的被动收益。然后呢，我还有300只 Axie， 我拿去做慈善了。我都已经租给那些穷人了，既能帮助别人解决经济困难问题，也能让我自己一天有1万多的 SLP 的收益，差不多就是接近2万块钱人民币了啊！可以说，我再拿这些钱去炒币，我的子弹是源源不绝的。Axie 就是我的弹药库，哦不，军火库呀！就这，一天2万块钱的躺赚收益呀！那些 old school 还说，哎呀，这 Axie 是小孩玩的，幼稚无聊，看不上。我就觉得中国人很奇怪啊，一定要把赚钱不赚钱和面子幼稚不幼稚挂钩。我就问你，维尼熊幼稚不？米老鼠幼稚不？皮卡丘幼稚不？超级玛丽幼稚不？可是呢，他们都赚钱吧，对吧？我就问你，你炒币，你做合约，你做空多，你做杠杆，你能保证你每天都稳定的、确切的赚这么多的钱吗？你能保证你稳赚躺赚吗？还能帮助别人吗？不可能吧，不亏钱都不错了吧？每天提心吊胆的，空还是多，多还是空，割不割？什么时候该离场？你反过来想一下嘛，当你有了 Axie 军火库的时候，你每天都可以投项目，亏了也不心疼，赚了呢就是发大财，对不对？为啥亏了不心疼？因为你有那么多只 Axie 每天给你打工，帮你赚钱，对吧？啊，你每天都是正数呀，偶尔亏1、2下无所谓呀，总比那些没有实际来源的纯靠炒币过活的人要强很多吧？他一旦币跌了，他是承受不了这种风险的，所以呢，他就会提心吊胆。他一提心吊胆，心态就不好，心态不好了以后呢，就容易做出一些失误的举动，对不对？哦，对了，忘了告诉大家啊，我本来呢有600只 Axie 呢，剩下的300只呢就是挂商店卖的那种垃圾宠。就这呢，卖垃圾宠我都卖了300只，也就是说，我现在的这300只 Axie 都是纯赚的零成本的，也就是说，我每天都是在零成本的打 SLP 赚大钱。各位观众朋友们，后悔不？后悔自己是 old school 不？啊，后悔自己瞧不起什么小孩玩的、幼稚玩的什么东西不？后悔没事儿，别担心，后面的机会还多得很呢。所以说，机会很重要，心态也很重要。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想要交流的话，请看这是我的 LINE， 添加我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我们群里面再说吧，拜拜，祝你好运。